我接到师尊传讯，知道要跟你见面之后，我就给你好生挑选了一份见面礼。喏，就是这个。三师兄，这是七彩道果，是针对本源之道感悟的至宝。我知道你现在还只是天神，而要突破永恒境，就必须在一条道上将九重玄奥完全悟透。可是你现在距离这一步，应当还有不小的距离吧？嘿嘿嘿，这七彩道果便是可以大幅度提高道之本源的至宝。你只要吞服了它，哪怕是今后不去感悟道，就任由它自己慢慢去提升，1000年之内也必定可以将一条道的九重玄奥全部悟透。而你若是能够刻苦一些，凭你的天赋，顶多200-300年必成永恒境。多谢三师兄。哎呀，不用客气。三师弟，你竟然将七彩道果都拿了出来，看来我若是不拿出更加珍贵的东西，可当不了这个二师兄了。那是当然了，你入门比我早，实力也比我强，拿出的东西自然也应当更珍贵才对啊。还好我也有所准备。小师弟，你看，战魁。小师弟，这尊战魁是我很久以前在外闯荡时机缘巧合得到的，它是一尊永恒境层次，且还是永恒境顶端的战魁。这尊战魁需要用神经驱动，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也是由神经数量来决定的，而若是能够将它的全部威能爆发出来，那便足以跟人类的6部顶端永恒境强者对抗。多谢二师兄。这战魁对道尊而言已经没什么用处，给你用来保命倒是差不多了。不过你还是慎重一点，不到紧要关头别轻易动用，毕竟这战魁驱动起来对神经的消耗可是非常巨大的。明白了。小师弟，这是我独有的令符，凭借这门令符，你去虚空神殿乘坐空间虫洞，只需缴纳1成的费用。另外，你今后若是在外闯荡，碰到一些危机，或是遇到些什么强者逼迫你的话，也可以将这令符拿出来，那些强者自然会明白你跟我关系非同一般，多多少少会给我些面子。大师兄，这令符我跟二师兄都有一枚，小师弟自然也该有一枚的，你用它来当做见面礼，不合适吧？说得对啊，大师兄，这令符可不能算是你给小师弟的见面礼。我知道，当初师尊传讯，我知道多出一个小师弟时，我便已经开始给小师弟准备见面礼了，且已经找好了宝物。但那件宝物比较特殊，还需要过段时间我才能够弄到手。可没想到小师弟中途会遇到危险，师尊传讯让我提前赶回来了。是这样。小师弟，那见面礼我下次见面再给你，或者我中途找人给你送来。可现在我的确拿不出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师兄说笑了，光是师兄肯费心思替师弟我出面准备见面礼，我便已经感激不尽了，就岂会介意那些见面礼的时间呢？等过段时间我将那件宝物拿到手后，必然第一时间给你送来。那件宝物对你绝对有不小作用。小师弟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还打算继续待在古门内吗？接下来我打算出外闯荡。果然，天穹域终归太小了，相对于整个万古界而言，小得可怜。这天穹域的强者无比稀少，就凭小师弟你现在的战力，的确应该去更加浩瀚的地方闯荡。如果小师弟你打算去天穹域外闯荡的话，我这里有份星图，对你应当有些帮助。好大啊！大师兄是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，而虚空神殿最厉害的地方，便是连接万古界各个角落的诸多空间虫洞，所以大师兄手中的疆域星图也是最全面最完整的。这份星图若是放到市面上，最起码也能卖到个数百万神晶。多谢大师兄。不必客气。小师弟，
这星图上标记的地方都有简单的介绍，你看下，想去哪个地方闯荡？大师兄，这4大国度是？这是我虚空神殿掌控疆域范围内最强的4大国度。这4大国度分别是东土大唐、西方极乐、南岭天朝、北海神国。4大国度每一个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底蕴与实力，而4大国度当中最特殊的便是东土大唐。东土大唐？大师兄，刚刚你说东土大唐是4大国度当中的最为特殊的，这是为何？之所以说它特殊，那是因为东土大唐是4大国度当中最古老，也曾是最强的一方国度。东土大唐的古老，仅仅只是比虚空神殿稍微逊色一些罢了。在虚空神殿创建后没多久，便有了东土大唐。而东土大唐的创建者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创建了东土大唐，所以他也被尊称为唐皇。唐皇？这位唐皇实力通天，可除了殿主，几乎没人是他的对手。而在这位唐皇创建东土大唐后没多久，他便消失不见了踪迹。之后漫长岁月，都不曾有人再见过他。消失了。唐皇虽然失去了踪迹，可他却留下了4大弟子。这4大弟子实力同样无比强横，替他掌管东土大唐。这4大弟子后来也就被人称之为东土4帝尊。这4位帝尊分别是青帝、萧帝、云帝跟冷帝。这4大帝尊每一个都达到了道尊的顶端，特别是最强的那位青帝，实力之强，近乎可以跟唐皇媲美。有这4大帝尊联手掌管，当时的东土大唐之强盛，四海惊颤，万域臣服，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。即便是万古界最古老的虚空神殿，对鼎盛时期的东土大唐都有着颇多顾忌。尽管后来另外3大国度接连崛起，可这3大国度对东土大唐却充满着敬畏，根本不敢与之正面抗衡。那一时期造就了大唐的繁荣盛世，可惜这等盛世后来却出现了一番变故。什么变故？具体什么变故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那4大帝尊当中最强的青帝第一个陨落。青帝一死，作为他爱慕者的云帝伤心欲绝，随后便独自一人离开了东土大唐，似乎是步入他师尊唐皇的后尘，便再没有了踪迹。剩下的萧帝跟冷帝，这2人原本是一对夫妻，按道理凭借他们2人的能力，联手之下东土大唐依旧无比强盛。可不知为何，在云帝离开后不久，这对夫妻竟也传出了不和的消息，且后来2人更是彻底决裂，甚至直接爆发了大战。那也是东土大唐唯一出现的一次内部争斗。那场争斗无比激烈，而最终的结果是萧帝战败，带领部下离开了东土大唐，下落不明，只剩下冷帝独自一人掌管东土大唐。冷帝虽然实力强横，且心智无双，可奈何经历青帝陨落、云帝离开后，东土大唐的整体最高层战力大幅度削弱，又跟萧帝生内斗，令东土大唐内部消耗巨大，整体实力削弱了太多。其他3大国度又趁机一口咬了上来，令东土大唐再也难以重振以往的盛世。到了现在，东土大唐已经沦为4大国度当中最弱的一方国度。
若非是顾忌东土大唐的开创者唐皇有可能归来的话，其他3大国度早就联手把东土大唐给彻底吞并了。这样啊，萧帝前辈对我有大恩，这东土大唐对我意义重大。我决定了，去东土大唐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当初的萧帝跟冷帝育有一女，名为冷如霜。这冷如霜据说拥有倾国倾城之姿，其容貌堪称万古第一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弹的一手好琴。但凡是有幸听过她弹奏一曲的，无不为之沉醉，包括一些道尊都是如此。小师弟，你去东土大唐闯荡，若是有幸见到这位绝世佳人的话，可千万不要错过呀。冷如霜吗？大师兄，你刚刚说萧帝跟冷帝只孕育了一女，你确定他们只有一女吗？对啊，东土大唐就只有冷如霜一位公主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怎么了？只有冷如霜一女，那冷如雪呢？我现在的实力终归还是太弱了，等我实力够强了以后，再到东土大唐去慢慢寻找答案吧。玄衣公主，那3大巨头已经派人送东西来了。3大巨头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嘛。嘿嘿，他们估计是怕大师兄真跑到他们的宗门当中去闹，所以才不敢有丝毫耽搁吧。我去瞧瞧吧。师尊，那些宝物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，那3大巨头还算识相。这就好。师尊，我在虚空神殿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既然这里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那弟子便先回虚空神殿了。我们两个也是。都去吧。小师弟，这是我的传讯令符，今后若是遇到什么问题，大可传讯找我。多谢师兄。小家伙，你既然已经决定要去外界闯荡，那为师也不会拦着你，且为师还会赠予你几件宝物。赠予宝物？加上你在内，为师一共收了4位亲传弟子。你的3位师兄当初离开天穹域独自去闯荡时，为师也刻意为他们准备了宝物的，不多不少，每人都是3件。你自然也是如此。这3件宝物是为师唯一给你们的一次无偿赠与，而以后为师却不会再赠给你们任何宝物，且即便是你们需要为师给你们帮忙，比如炼制神兵、炼制丹药等等，你们都需要付出代价才行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为师给你准备的第1件宝物是一柄神兵。神兵？剑吗？是剑，但也不尽然。我之前便将少帝剑赠予了你，这少帝剑是一柄永恒神兵，且在永恒神兵当中已经达到了巅峰层次，威能已经算是不错了的。这少帝剑若是给你平日里去厮杀激战倒也不错，可若是作为底牌，想要令你爆出更加强横的战力，显然是不够的。所以为师给你准备的第1件宝物便是一柄永恒层次的神兵，就是这个。师尊，这是……怎么不认识他了？你可是在这里边潜修了足足6年的时间呢。潜修6年？这是剑锋？你没看错，这的确是剑锋，只不过我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将剑锋炼化了而已。我之前之所以从3大巨头手中要了10斤金阳金铁，就是用来炼化这剑锋的。别小看它，这剑锋本身蕴含着一些强横的禁制法阵，我将剑锋炼化之后，这些禁制法阵依旧可以使用。所以说这剑锋有2大用处。第一，它可以化为剑形攻击神兵。这好可怕的剑！
这是作为攻击神兵时用的状态。当然，你化作古神时，可以自行控制它的体积，而接下来便是他所画的山岳状态。山岳状态则是用来镇压，它自身便携带着一门镇压类秘术，你将其炼化认主之后，可以直接掌握。镇压？这柄神兵给你，你先炼化认主看看。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神兵啊！师尊，这神兵可有名字呀？我刚将它炼化成，还没起名字，你自己起一个吧。起名字吗？这柄神兵既然是以剑锋炼化的，而且全身猩红如同鲜血一般，那从今日开始，它便叫做血锋剑吧。血锋剑，这柄神兵威能非同一般，价值更是无量，所以你今后使用起来务必要小心谨慎，不到必要关头，还是不要轻易动用的好。尽管为师在炼制这柄神兵时刻意施展了些手段，隐瞒了这柄神兵的气息以及一些精妙之处，大多数人看不出这柄神兵的厉害之处。但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一旦被眼尖的人看出来这柄剑的玄妙来，那么即便是道尊，也会忍不住来杀你夺宝的。道尊都会心动。第一件宝物已经给你，接下来便是第二件。令符？这令符是给你用来保命的。你之前跟天云子分身对上，最后捏碎了一枚枯叶，差点将天云子的分身给灭杀了。那枯叶应当是你从生死永恒界内得到的吧？我现在给你的令符性质便跟那枚枯叶相当，只是用处更大一些。这令符当中有着3道剑意，你将令符炼化之后，便可以自行引导这3道剑意，用作杀敌，用作破阵都可以。总之，尽量在关键时刻动用。3道剑意，第1道最弱，第3道最强。不过纵然是最弱的一道剑意，也绝对不比你之前捏碎的那枚枯叶施展的那一指要弱，甚至可能还会更强一些。师尊，这令符当中的3道剑意威能如此强横，你怎么会有啊？为师能得到这枚令符也是运气。为师当初在外闯荡时，曾碰到过一位实力极其可怕的剑道强者，他名为剑十一，在万古界他是被尊称为旭日剑帝。剑帝？这剑十一一身剑术修为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当初他跟师尊结识时，正好有求于我，我帮了他的忙，而他则是将这枚令符作为报酬交给了我。这样啊？已经给了你2件宝物，至于第3件，跟你大师兄一样。那第3件宝物颇为特殊，即便是我炼制起来也颇为不易，到现在也仅仅只是在筹备当中，还无法将它交出来给你，所以只能等以后再找个适当的时机送到你手上了。有劳师尊了。师尊呢，弟子还有一事询问。说吧。弟子在生死永恒界待了100年时间，这100年时间，弟子之所以能够不死，且实力大增，主要是因为生死永恒界的古神一族，他们把弟子当成自己的族人了。师尊可知这其中缘由啊？这我怎么知道？难道这事儿跟师尊给我的万道经没关系？万道经？你想多了。万道经的能力虽然颇为特殊，而且颇为了得，但它也不至于逆天到直接改变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灵魂，还有他的血脉。所以你拥有的古神血脉跟万道经并没有直接关联。不是万道经？难道是母亲？唉，我心中的疑问倒是越来越多了。看来这些疑问只能等我实力足了之后，再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寻求答案了。剑无双，在我见过的这么多人里边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。一个天神
竟然横扫三大巨头所有永恒境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啊！剑无双，我听说你已经准备离开天穹域，去其他地方闯荡了。我这次便是跟你们道别的。啊，天穹域之外呀，师尊说过，没有永恒境实力，独自一人去外界闯荡，无异于找死。在外界随便碰到一些盗匪，都有可能小命不保。你刚来到万古界，仅仅100来年，就敢一个人独自去外界闯荡，真是厉害。不说这些了，来，咱们喝酒。从今天开始，古门之内不会再有剑宫，本座会重新开辟一宫，至于名字嘛，便叫棍宫吧。万羽雷宗。根据我从古门内得到的资料，这万羽雷宗现在一共有5名永恒境强者，不过实力却很一般，最强的一位也才堪堪具备第3部的战力罢了。他们的护宗大阵威能也不算太强，这样的宗门单凭我一个便足以横扫。